2024年3月1号下午1点41分，山东省德州市一王姓男子驾驶一辆黑色私家车冲撞德城区第3实验小学门口的小学生。截止此新闻发出时为止，已经至少造成2名以上儿童死亡，还有多达30名以上的儿童在附近的3家医院进行抢救。医院的医生正在争分夺秒地抢救受了重伤的孩子们。据网上的知情人士称，冲撞小学生的王姓男子身有残疾，他有冤屈，意图报复社会，且提前喝了农药后驾驶车辆冲撞小学生。另外，据网上流传的信息显示，该王姓男子已被警方控制。此事件发生后，在警方确认抓到该罪犯前，网上的删帖就已经开始。此次事件说明，在中国社会恶性事件此起彼伏之时，中国网络警察的删帖能力正在迅速提升，中国网警的删帖速度已经远超刑侦警察抓捕罪犯的速度。另一方面，让我们欣喜的是，鲁迅笔下的古老中国有了些许的进步与温度。过去那种只围观看热闹的冷漠人群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面孔。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热搜中，有的人号召大家一起转发这个消息，别让这个事件沉寂下去。有的人号召大伙赶紧去出事地点附近的医院献血，让那些受重伤的孩子在抢救时有血可用。医院里也暂时没有了先交钱后看病的惨剧，附近医院的医生们也都在加班加点地抢救孩子们。在这次事件中，唯一完全表现出负能量的是附近的一些学校。这些学校的领导们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的事件时自己担责，在发生事故的当天就出了一个免责声明，让家长们签署，只要孩子们出了学校，任何事故责任就归家长。这个免责声明通篇总结起来，其实就是4个字：后果自负。现在让我们对这个事件进行基本的分析。在枪支管制的中国，因为没有枪支这种全自动的杀伤性武器，一旦出现了某个受害者往往没有办法对欺负他们的官员或恶霸说发火就发火，一言不合就开枪。矛盾和伤害发生后，官员和恶霸们往往有很雄厚的资金、很广泛的朋友圈和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这让这些受害者既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伸张正义，又让他们很难对那些欺负了他们的人进行直接的报复。当受害者经历过法律申诉无效、申冤无果后，相信冤有头债有主的基本底层逻辑的那些受害者，会选择采用极端的手段对仇家进行灭门的报复。另外，有一些受害者因为不够勇敢和自我担当，往往把自己受冤屈的原因归结于社会，认为是社会的不公造成自己的冤屈。然后当某一天，可能就是在某一件小事的刺激下，他们深埋内心多年的压抑就会瞬间爆发出来。这些人这时就会采用极端的手段报复社会。在枪支管制的情况下，开自己的私家车或哪怕是租一辆车，开着车冲撞行人，往往就成了这些人报复社会的首选。以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驾车撞人事故。山东德州的驾车冲撞小学生的恶性事件，在未来社会的恶性事件中只会是越来越多。不久前刚刚发生的山东日照莒县灭门案和此次的山东德州驾车冲撞小学生的案件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作案的凶手都身患残疾。在经济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看到，根据民间统计局的统计，新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率早已低于50%，而每年都有超过1000万的新毕业大学生进入社会。大学生的就业环境尚且如此，中国残疾人的生存环境就更差。在中国有超过8500万的残疾人口，这些人在经济形势尚好的时候，他们的生存状况就比健全的普通人差很多。一旦就业形势下滑，残疾人的生存空间将比现在难以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们更难，也比健全的普通人更难。他们的生存空间将被压缩到你我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中国目前的社会
还不是一个能够关注和关爱残疾人的社会。当他们中的一些人遭遇了不幸时，一些从小就没有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照顾，本来就对这个社会有怨言的残障人士，一旦他们感觉到了彻底的绝望，那么他们采用报复社会的极端形式，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逻辑上讲，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了。从2010年开始，中国就开始面临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全国多地血库告急。这种全国血库告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没有缓解。在血库告急之前和血库告急之后，发生过多起献了血的民众在医院住院需要用血时，之前答应好的给献血者的优先供血通道根本就不开启，一些献血者不得不让自己的亲戚重新抽血来提供他们需要的手术用血，这着实伤了献血者的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医疗资源的80%以上都用在了老干部和退休的公务员身上，这让普通民众觉得义务献血都献给了那些老干部和老公务员，而社会上确实没有年轻的干部和年轻的公务员带头献血的传统和故事，这让本来高尚的献血行为变成了又一次的割韭菜。慢慢的，自愿献血的人越来越少，血库逐年告急。这次当30多个儿童在医院里需要紧急救助时，不光是受害者的父母，周围的市民也是踊跃献血。这种情况又充分说明，中国人不是不愿意献血，是不愿意献给那些老干部，是糟糕的医疗系统寒了这些自愿献血者的心。此次恶性冲撞事件之后，附近的学校领导们噤若寒蝉，赶紧让自己的学生家长们签订一份让学校免责的协议，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人亲眼看着中国的老师们是怎么一步步沉沦的。老师本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这些灵魂的工程师们用白纸黑字的协议，身体力行地教育祖国的小花朵们如何撇清责任，如何甩锅，如何用重于泰山的甩锅压抑轻于鸿毛的生命，如何让小学生们从小就耳濡目染地学会没有担当的精神。我是非常担心这种恶念，这种恶行会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的。另一方面，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这些让家长签订免责声明的学校领导和老师就是一个个的法盲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人身伤害的责任是法律责任，凡是涉及人身伤害的一切责任协议均无法律效力。在法律判定人身伤害的责任方的时候，签什么协议都是没用的。这些法盲的学校领导既让人气愤，又让人无奈，也让人感到一丝丝悲凉。平时我们会看到某些医生可能因为病人不能支付足够的医疗费用而拒绝为病人继续看病的新闻。平时我们也会遇到过警察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往往采用和稀泥的处理方式，让这个社会的底层法律状况每况愈下。不过在重大的灾难来临之时，在医护人员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了希望，我们看到了众多的医护人员治病救人，冲在第一线。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和医护人员一样处于社会基层的警察，在重大的灾难面前挺身而出，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只能看到众多的网络警察忙着删帖，在维护这个社会虚假的表面的和谐。在重大的灾难面前，治病救人的医生的表现远比维护社会稳定的警察的表现好得多。这种基层警察在大灾难前的群体不作为，而且没有被问责的系统，会导致将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恶性事件面前，警察处理将越来越不得当，最终会在某个时刻会让一些人把矛盾的矛头指向基层的警察，再次发生类似于上海杨家案那样的悲剧。我一直觉得，在处理任何事情时，智慧都是个好东西。在只有报纸的纸媒时代，当社会发生重大恶性事件时，任何信息都能通过不被报纸报道，能被迅速的降温，而减少对社会的冲击。但是现在，我们早已进入了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恶性事件发生时，删帖再快，也赶不上自媒体的传播速度快，墙建得再高，
都没有一个个想爬墙之人的能力高。面对恶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面对恶性事件无法被彻底掩盖的事实，与其一味地进行无效的删帖，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快速有效地处理恶性事件这个本身上，最大程度地降低恶性事件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和伤害来得好。这种实事求是的智慧之光，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闪烁。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渴望知道真相的群众，对那些习惯于删帖的警察们说：你能把无数人的脑袋按进沙子里，但你永远无法阻止他们那颗充满好奇的心。